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。现在的话是咱们的瑞士时间8月24号。然后呢，今天我给大家分享几个非常有趣的现象。第一个的话是最近咱们国内就是很多热词哈。第一个是什么呢？就是咱们的大龄剩男，然后呢大龄剩女。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。他是说的什么呢？就是很多年轻人呢，20来岁，然后30多岁正式结婚的时候哈，适龄结婚的时候。就大家不愿意去结婚，然后也不愿意生小孩了。第二个是就是前一段时间，就是咱们的马斯克哈，咱们的科技巨头马斯克，他发了几个推文，是关于咱们那个欧洲的一个出生率比较低。然后的话，确实是哈，就是目前不止咱们欧洲，还有咱们国内，包括咱们的日本呐、韩国啊，就是很多国家出生率是很低的。像前段时间就是关于咱们韩国的一个研究，就是韩国的出生率的话，目前在一个0.72。这个研究报道指出哈，只要根据咱们的这个0.72，如果说韩国这个出生率一直不提高的话，那么到咱们的2750年，就是这个韩国社会啊，它的人口就会坍塌。那么的话，到那个时候，就是如果出生率一直很低，就是这个世界上可能就没有韩国人这个群体了。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信号哈。当然我们不去探讨，就是这些年轻人就是不愿意生孩子，就是背后的一个原因，可能因为我们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嘛，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。有的人可能是因为咱们的就是说一个生活压力，比如说养育成本呐、或者是彩礼啊、房啊，然后车这些东西。还有的话，可能是因为社会的主流观点，比如说个人的一个意愿。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嘛，我们就不去具体的讨论了，因为当事人的情况的话，自己可能是最清楚的。然后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什么呢？就是前一段时间，咱们有一个就是知名社交软件叫 Telegram，就是这个软件的话是咱们国外的话非常知名的一个软件，它的地位类似于咱们国内的话，就是对于咱们微信的一个认识很有名哈，大家都知道微信。这个 Telegram 的创始人杜勒夫啊，他是一个就是很有钱的人，他的资产大概有139亿美元。然后他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？就是他生了大概有106个孩子。当然，这些孩子的话，除了婚内生的，还有的话是咱们就是通过捐献自己的一个精子哈，捐精这样去生的孩子，加起来的话，总共是106个。就是这两个现象它是不一样的，就是有的人他可能不愿意去生，但是呢，这些富豪的话他愿意去生，愿意去多生。然后这些富豪的话，我们来讨论一下他为什么愿意去生呢？因为这个，杜勒夫他说了嘛，他139亿，然后美元就是他自己也花不完，对不对？他就想把这些钱的话继承给他的一些子女，就是每个子女的话，106个子女能分到1.3亿美元。对，第一个的话就是富豪他多生小孩的话是为了咱们的一个财富的继承。第二个的话就是咱们从一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一个进程来看，其实人一辈子几十年、100年，对吧？短则80，长则100嘛，就是几十年很快过去了。我们几百年的话，几代人过去了。如果从咱们人类历史上的发展来看，就是说，咱们就是个体啊，能在当时留下的后代越多，就是他的后代啊，他的基因 DNA，在咱们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，就是它的优势就会大，它的竞争力的话就会很大。对，如果它的基因越多，这样子它的竞争力、它的优势就会越来越大，对吧？所以说这样子的话，他们是通过就是富豪的话，有一定概率哈，他可能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考虑。当然，就是我不是富豪，我也不是多洛夫，所以说，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哈，就是只是个人的一个推测。就是他们为了自己的一个基因能够最大化的留下来，第二个是为了一个财富的一个继承，所以说就生了很多小孩，就和很多人的想法它是不一样的。他让自己的基因最大化的留在这个世界上，然后留在人类的社会发展当中，这样子的话，自己的基因就占很大的优势。对的。那么我们来就是说一下第一个现象，就是很多人的话，他不愿意去生小孩，就是他可能结婚，但是他做丁克，他不愿意生小孩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就是它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？其实，第一个的话，可能个人就没有那么多的一些就是事情哈，比如说要房啊或者车啊，还有其他等等
很多的东西。当然，这个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，我们就不去讨论。我们要说的一个事实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一个人他如果不生小孩的话，那么他的基因其实在他的这一代，就是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后，他的这个基因哈，就从这个人的社会当中消失了，因为他没有留下后代，他也没有留下他的基因，这样子的话，他的基因就从这里断掉了。其实，是一个听起来的话，可能觉得没什么，但是其实事实上它是一个很残酷、很残酷的，对于每个个体来说，是一个很残酷的事情哈。对，真的是很残酷。我们就是中国有一句就是古话叫“三十而立”，就是30岁的话，可能很多人就是成家，然后呢立业了。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他不愿意结婚，我们就是做一个假设哈，假设一个人在30岁以前他去结婚的话，他的孩子到30岁的时候，那么他可能就在60岁以前，因为他30岁以前结婚，他30岁以前生小孩，那么他在60岁以前的话，他没有到60岁，然后刚好到60岁的时候，他的孩子必须肯定是满了30岁了。对，假设一个人他40岁的时候，才生小孩，那么他的孩子30岁的时候哈，他可能自己的话就已经70岁了。对，如果一个人45岁去生小孩的话，那么他的孩子满30岁就是成年，就是成家立业的年纪哈，三十而立嘛，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，他的孩子30岁的话，那么他可能就已经75了。对，我就是给大家分享就是这样的一个数据哈，在这里，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。当然我们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每个人的选择都值得尊重。我也非常尊重大家的一个选择，然后呢，也很祝福，也去祝福大家的一个选择。对我今天的话，这一期节目的话，就是讲了一个客观的事实，就是在这里哈，大家可以了解去思考一下这样的一个问题。对，不管是已经结婚了，或者没，特别是没有结婚的群体，就是还有就是没有生小孩的群体哈，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这样一个事情，然后对自己的影响，自己到底要怎么去做选择。当然，不管大家怎么选，我都在这里祝福大家。然后的话，好了，本期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，然后咱们下期再见。